别碰我！夫人，当年我儿子给你跪，现在我这个老太婆也为了你给童家跪，你满意了？我们走。哎，你回答我，你会说话？你回答我，你回答我。哎，你。主厨，老吴在这坐着呢。我有心事儿啊，想如意了是吧？你就放心吧，有少东家护着他的，没事儿。老吴，云霞有孩子吗？云野，这我真没听说过。哎，不过最近有另外一件怪事。什么怪事？这云姨这么多年都不会说话，哎，这2天突然能说话了。她真的能说话？也不是，就是以前能，中间不能，现在又能了。你说怪不怪？老吴，你能不能带我去谭家？我要找云霞去。哦，那不能，少东家都不能进家门了，我怎么敢进谭家？以后还有机会啊！老吴，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，我一定要见见云霞。就说老五，九叔求你了。行，我给你想办法。如意，这儿以后就是咱们的家了。明凯，如果这是我们的家，那谭家就只剩你娘一个人了。那边还算是个家吗？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们会回去的。今天我妈这样对你，我代她向你赔不是。别跟我说这种见外的话了。其实我真正期望的是有一天，我真的叫她一声娘，我好好照顾她，好好伺候她，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平静地生活在一起。你放心，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。我们经过了那么多的困难，那么多的波折，最终还是在一起。就算以后天塌下来了，也有我帮你撑着。别唱了好不好？我儿子终于娶了那个女人，真是拦不住也拆不散，就像当年你和老爷一样。如意还真是你当初的翻版，你带走了我的丈夫，他带走了我的儿子。朱秋月，
我又输了。为什么我总斗不过你们这样的女人？唱你的吧。宝宝怀中抱，有泪长大，有了希望，宝宝快睡觉。云姨，你找我吗？不是，如意啊，如意病了，想和你说说话，哎，所以让我来找你。他怎么了？他没跟我说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想找您去，要不您跟我去一趟吧？啊？哎，这。云姨，对不起，是九叔想见您，我没办法了，才把您骗出来。九叔，人我领来了，你们聊啊。九叔，如意好吗？我认出你了，当年就是你抱走了我的儿子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看看这个，你总该明白了吧？当年你就是用这块玉佩换走了我的儿子。你可以不认识我，可你不能不认识这块玉佩吧？如果你不告诉我的儿子在哪儿，我就去找谭夫人。九叔，我求求你了，别告诉夫人。你以为你一直不说话，我就认不出你了？啊，叶先生。喂，云霞。夫人在屋里等你呢。啊，九叔啊，是为了如意的事情来是吧？九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全力啊，让两个孩子顺利进这个家门。谢谢您。我和云霞说几句话，您忙吧。没事。云霞人呢？你找云霞啊？刚在门口进来的时候啊，看见她跟梅老九在说话。什么？梅老九？哎，这两个人怎么回事啊？大概知道不愿意见梅老九，都去拦着他。你看看，现在下人啊，都能揣测主子的意思啊。你又是来做说客的吧？秀姐，好了，你这还跟这孩子拗什么拗呢啊？哎呦，秀姐，不管你喜不喜欢如意啊，她现在已经是自家人，而且生命已经煮成熟饭，没有回旋的余地，就让他们回来住吧啊！这我知道。可童老爷子刚去世，我就让如意进门，这不是明摆着和童家过不去吗？怎么？你现在还想着跟童家重修就好啊？童思若在婚礼上的事情我也听说了，谭童两家现在早就反目成仇，不可能再重修就好。童家现在心心念念想的就是你们谭家能够跟他们一样家破人亡，他们就开心。所以在无情义可讲的情况之下，你就不要再做那种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了。老五，啊，梅老九、云霞去哪儿了？云姨不是在家呢吗？你别跟我说话去！我没有啊，我真不知道。你到底把我的儿子弄哪儿去了？啊！我找了他20几年了，
我求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，我给你跪下了。九叔，你别这样。我求求你了，我只想见见我的儿子。少爷，谭明凯就是你亲生的儿子。什么？当年老爷为了那个周秋云，差点要休了夫人。夫人想要留在谭家，就必须要生一个儿子。我记得那天夫人催产大出血，我必须在她昏迷的时候为她找到一个男孩。恰恰这时候，我急需要用钱给孩子他娘治病，你就把我的儿子给了谭夫人。所以，夫人因为当时昏迷不醒，她并不知道换孩子的事儿。她到现在都以为明凯少爷就是她亲生的儿子。我但凡有第二个儿子，我都不会咽不下这口气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茶园，明凯是茶园唯一的继承人，明凯不在了，茶园就完了。而且他新研制的那个花茶，我一点都不懂，真是火烧眉毛了。那你现在还等什么？就让他们回来啊！我一辈子没跟人哈过腰，可是现在我却向如意低头，我不甘心。都不会说出这个秘密。可是老天爷让这俩孩子走到了一起。九叔，我求求你，这事儿不能揭开。至少现在少爷还能叫你一声爹。这事有多严重？我比你明白。你放心，两个孩子的身世就是烂在肚子里，我也不会说出去。让他们回来吧。
这就对了嘛啊！纵使你不喜欢如意，那关起门来，门内事情门内解决，不能再让人看笑话了。如意，想什么呢？明凯，其实我正想和你商量去见童夫人还有思若的事情。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是你忘了，你是怎么样走出童家大门的？还有昨天婚礼上，你没看见思若对我们那种恨吗？我不想你回去再受什么委屈了。再说我们成了亲，按照规矩，今天是我们回门的日子。我只是想化解仇恨，要我怎么做都可以。而且，童夫人和思若以前待我真的非常好，尤其是童夫人，她待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，我还叫过她一声娘呢。如意，我爱的就是你这样，永远不懂得怎么去怨恨，只记得别人的好。好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你也要答应我，让我陪你一起去。你把童家一切都毁了，你还来干什么？夫人对如意的恩情，如意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我从来没想过要害童家，我也不知道会变成现在这样。夫人，你们永远都是我的恩人，念在这份恩情，请接受我一拜。不必，我受不起。从今往后，谭家所有人休想再踏入童家大门一步。关门。叔啊，你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，你们俩去哪儿了？魏大富差点没给我掐死。九叔，九叔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我给你找个大夫去。爹，爹，我们回来了。爹，你怎么了？刚才去趟谭家，找云姨问了问夫人的态度，回来就不说话了。你们一来又好了。是想你们想的。我们本该早点过来的，但是我们去了趟童家。你们去童家干嘛呀？你也了解如意，是想化解恩怨。哦，行，你们心意都到了就行了。今天如意回门，咱们也高兴啊！啊，爹，今天是我回门的日子，明凯呀，该改口叫您一声爹了。哦，对。哎，上茶。哎，爹，喝茶。爹，喝茶。九叔，少东家都改口了，答应一声。爹，
等这一声爹，等得我好苦啊！九叔是说呀，你们俩在一块儿真是不容易，现在终于可以心安了。爹，我知道你是含辛茹苦的把如意带大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待她的，我也会好好的孝敬你。好，一个女婿半个儿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又多了一个儿子，那你以后就是我的亲爹。爹，今天是开心的日子，你哭什么呀？是开心啊！我总算对你娘有个交代了，总算对得起这在天之灵了。云霞，你跟梅老九去哪儿了？你跟他说什么了？你都告诉他了？我这……大风，大风，我实在是瞒不了了。我向你发誓，梅老九绝对不会说出半个字的。毕竟明凯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他怎么会说出他的身世呢？这不是害自己的骨肉吗？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说的？啊！你真糊涂啊你！当时我站的距离离他们有点远，实在没听清楚说什么。但是我看到云霞给梅老九跪下了。云霞居然会给梅老九下跪，这说明这个云霞一定有秘密。而且梅老九也说过，那块玉佩是一个孩子的信物。我可不像是信物啊，那个像是梅老九掐住云霞的一个把柄。可是这块玉佩只可能在谭景然的两个儿子身上，怎么可能在梅老九手里呢？更奇怪的是，谭夫人根本就不知道这块玉佩。玉佩、信物、孩子，与梅老九和谭家有关的3个孩子，你、谭明凯、如意。既然谭景然当年下了那么大功夫去做这块玉佩，那就说明这块玉佩有它特殊的意义。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够解开这块石头的疑团，就是您说的那个老袁。我想起来了，对，当时我也在谭家，谭夫人忽然辞退了这个老袁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老袁可是一直跟着谭景然的，所以他一定知道这块玉佩的秘密。但是，义父啊，我们为什么非要纠缠这块玉佩呢？现在当务之急是让谭夫人同意让如意进家门。只要如意进了谭家，她等于将了谭夫人一军。六爷，哎，魏叔，少奶奶，夫人还怄着气吗？哎呦，要不等我妈气消了，我们再回来吧。不要了，明凯，我们已经成亲了，你的娘也就是我的娘了。总是回避她会让她更生气的，不是吗？看看，你还没有人家如意豁达呢，啊！这大风大浪都经历那么多了，难道连母亲自己一点气都受不得吗？开玩笑嘛。好，那你们先在这等一会儿，我进去给你娘找个台阶。谢谢六爷。哎，夫人，六爷来了。师姐，
坐吧。啊。夫人，少爷和少奶奶还在外面等请安呢。少奶奶，我们谭家还没准那个祸水进门呢。她是哪门子少奶奶？秀姐，昨天你不是答应他们让他们回来的吗？你不知道，我昨天看着思若抱着牌位去那婚礼，我真的觉得好丢脸。你们今天是非逼着我要让他进门，是不是？我说啊，这父母的颜面会比孩子的幸福重要吗？啊？好，反正我已经把他们给带回来了。你要是不让他们进门的话，我现在就带他们走。我要告诉你件事儿，我已经替你解决茶园所有的危机，退货商股的赔款，巨顺兴已经垫付了，茶农的分红也发了，人心暂且是稳住了。剩下来的呢，就是等你打开心门，等你儿子谭家的少东家回来。夫人，说句心里话，得亏有六爷，要不然这事儿还不知道怎么办呢。夫人，整个乌茶镇都知道如意和少爷成亲了，你再不让他们进门，又能怎样呢？秀姐，我一直相信明凯有这个能力，能够把谭家重新建立起来，让他重振旗鼓。你也只有这样子，你的颜面才能重新回到你的脸上。云霞，把我那家传的玉镯拿来。哎，大夫，叫他们进来吧。哎，好。高老板，大小姐，九叔，你有事吗？我就想问问啊，如果谭夫人认了如意，我还想回茶园做工。现在做什么工啊？你已经是谭家的老丈人了，不需要。我使不下炒茶的手艺啊，也想着离孩子们近点儿。九叔，我明白你的心意，如果你的女儿女婿同意，我们当然没有意见了。谢谢大小姐，谢谢高老板，谢谢高老板，谢谢。妈，对不起。不用对不起，反正我认不认如意，她都已经是谭家的少奶奶了。如意啊，还不赶紧给你妈敬茶，而且该改口了。少奶奶，该请新媳妇茶了。娘，喝茶。哎呦，这茶一定很甜的。快站起来吧。妈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把过去的一切通通忘掉。我们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。我老了，有时候根本不理解你们年轻人。可是有一点我很清楚，既然拜了堂进了门，就是一家人了。多少的怨恨，多少的不谅解，都该放下。
这是我祖传的玉镯，一代一代的传给媳妇儿。今天我会把它给你。谢谢娘。我还有些话要和你六爷说。明霞，带他们两个去看看新房吧。少奶奶有什么需要的，就马上帮她添置。好。谢谢妈。等一会儿我过来陪你。恭喜啊！谢谢六爷。走。少爷，来，请。我真没想到一切都能如此的顺利，简直就像做梦一样。这本来就该是属于你的幸福。少奶奶，我真为你高兴。谢谢你，云姨。我知道一直以来都是你在照顾明凯，我们以后也会孝顺您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少爷，你也该带着少奶奶到各处走走，熟悉一下谭家的环境。对呀，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家吧，来吧。我真高兴，两个孩子终于回家了。如意回到了谭家，你得收拾一下自己的情绪，不要再添乱了啊。走吧。我今天可以让这个女人如愿以偿，我也可以给她谭家大少奶奶的名分。我担心的是以后，她会牵着明凯的鼻子走，把我们谭家一步步拖垮。我明白你在担心什么，可是我觉得这如意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有心机的女人。她已经同时当过谭童两家的少奶奶了，还没心机。我怕的是明凯的下场会像那个耀东一样，那我才疯了呢。其实你担心的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，还是那句话，信我吗？所有的危机都是你在解除的，我不相信你，还能相信谁呢？好，你除了相信我之外呢，还可以再相信另外一个人，高秋郎。他是我一手从小带大的孩子，现在跟明凯呢又情同手足，你尽可以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，这样他就可以代表具顺信名正言顺接替童家撤出的那些股份，一则稳了人心，再者你心里面也有个底。其实我心里也明白，想要重振谭家的家业，只有依靠你了。但我也不能一直陪着你啊。反正我已经把明凯当成自己的孩子，如果你愿意，那就认秋郎为义子吧。也好，至少我可以心安。这里以前是个花园，种满了玫瑰花，因为我父亲喜欢玫瑰。我也喜欢。真的？那以后这个院子就交给你打理了。好啊，我一定会把它打理成一个美丽的花园。如意，我妈原本出生在大户人家，所以她的规矩会比较多，也比较挑剔。我知道的，你不用为我担心。以后你有什么不懂，就多问问云姨。他那么喜欢我，一定会帮我的。对呀，他为什么那么喜欢你呀？明凯，其实我现在还是希望娘能够真的接受我。你不知道，我刚刚叫她一声娘的时候，心里有多激动。其实我妈是一个内心很软的人，她的所有坚强，都是为了保护我，保护这个家而已。
我理解，因为我现在也算是他的孩子，我也会尽我所能的。娘，我已经把童家的股份和秘方从谭家撤了出来。咱们真的要自立门户了。怕什么？你有这个能力呀，夫人。打听到了吗？打听到了。哼，这还用打听吗？据我对陈秀杰的了解，他绝对不可能让如意进门的。刚好相反，有季顺星撑腰，谭夫人已经认了如意。哼，好了，你出去吧。是。娘，咱们以后就别再打听这些了，就别再给自己的心里添堵了。哼，你错了。陈秀杰在婚礼上下跪，要认如意不认如意，全都是他的圈套，只不过是想一脚把我们踢开，好让巨顺星接手。娘，您是不是想多了？这要是你大哥耀东在，绝饶不了那个谭明凯。娘，哥不在了，还有我要做童家的当家人。可女人做当家人，这在咱们乌察镇是从来没有的事儿啊，这恐怕不合规矩吧？谭明凯可以娶我哥的妾，我为什么不能做当家人？思若，你要为你自己的以后着想。做了当家人，你以后可怎么嫁人呢？我终生不嫁。我要用一辈子来惩罚这个背弃我的男人。好，娘支持你，这才像我们童家的孩子。你们都看到了，这谭夫人不得不同意让巨顺星接替童家入股啊，这样秋朗就可以名正言顺拿到谭家一半的股份。这一切都是义父巧妙的安排。你也别自谦了，你那做事的气度啊，不亚于我当年是个当家的将才。当然啊，那里面少不了阿康跟叶子从旁相助啊。六爷，您让我查的那老管家，我通知了所有弟兄，已经有了下落。啊，他人现在就在上海，您放心吧，只要他不死，我一定找得到。好，接下来的事，你们可以自己应对了。我想回上海亲自把这个老管家找到。记住，我不在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能让谭明凯和如意察觉出什么，知道吗？爸，我想和秋朗哥结婚。你说话呀！叶子，你是不是看到谭明凯要跟如意结婚，所以你心里也着急了？不是，爸，我想和秋朗哥结婚，然后跟他一起回上海生活。这是你答应过我的，不是吗？是，我是答应过你，但前提是，我必须帮义父得到整个乌察镇。可我就想让你们停手。叶子，你心里真的那么想吗？爸，我每次听你们说话，我都觉得越来越害怕。我不知道明天我身边的哪一个人，又会因为你们的设计而发生什么。况且，秋朗和明凯是亲兄弟呀。叶子，你听我说，其实，在我的心里，在我心里，从来就没想过要认谭明凯这个兄弟。不管你认不认，你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叶子，
梅子，我爸来告诉你好了，同样作为男人，我比你了解秋兰。一个女人她可以为了感情啊，为了爱情去过平淡的生活，但身为男人，他就得拼，就得赌，就得得天下。如果你真爱她的话，你就应该让她得到